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今天我们来深入看看，从基督教的角度，要怎么看待现在很热门的自然语言处理，就是 NLP 技术。我们手边有一份核心资料，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基督教审思，还有一些技术背景。对，目标是帮大家理清楚，面对 NLP，我们的信仰能提供什么样的指引？好的，那资料一开始是怎么谈语言本身的？好像这是个关键的起点。是啊，资料里提到，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，亚当为万物命名啊，那个我知道。对，然后到使徒行传、五旬节，圣灵赐下不同的语言来传福音，这些都显示语言不单单是沟通工具，它有神圣的来源，是神的恩赐。神圣性。所以你看，箴言一直强调说真话，这在今天 AI 都能写文章、写讲稿的时代就更重要了。没错，如果用 AI 帮忙，比如说写讲章，资料里有提醒要注意什么吗？有的，核心就是诚实，你必须确保那个内容是符合真理的，而且就是要标明清楚哪些是 AI 辅助的，不能就是说让人误会。这个诚实很重要。那除了诚实，还有哪些圣经原则可以帮助我们？资料里提到一个很关键的，就是管家职分。管家，创世纪那个？对，创世纪说人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那技术也是神给的恩赐，所以我们也要有智慧地去管理它，要去评估这个 NLP 的应用是不是真的荣耀神，是不是真的对人有益，不能为了用而用。这提醒我们不只看结果，过程可能也要思考。比方说，开发 AI 的数据有没有偏见之类的。问得很好，这正是需要深思的。还有，资料也一直强调维护人性尊严，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。没错，所以像是一些比较前沿的，比如脑接口这种技术，发展方向就应该是为了医疗恢复健康，要很小心，避免把人的意识当成商品，或者就是说把灵魂跟身体分开来看。这些伦理界限要守住。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？对，就是爱。哥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没有爱，做什么都没用。技术包括 NLP， 最终都应该是为了促进爱，促进人跟人、人跟神之间真实的连结跟关怀，而不是取代它。了解这些原则之后，那实际应用面呢？ NLP 在教会或者信仰生活上能怎么用？资料有提到吗？有哦，这部分也蛮有趣的，比如说圣经研读跟神学研究。怎么说？想象一下， NLP 可以像个超级助手，帮忙分析原文，追踪某个神学主题在圣经里的发展，甚至整理历代解经家的观点。哇，那对牧者、神学生帮助很大哎。对啊，能让大家更深入神的话。那对一般信徒呢？还有其他的应用吗？还有像是跨文化宣教，如果即时翻译技术更进步，那语言隔阂就能大大降低。就像五旬节那样？有点那个意思，可以帮助福音传播，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更容易连结。还有牧养关怀，当然这要注意隐私，但或许可以透过分析代祷事项或者教会群组的一些互动信息，帮助牧者更敏锐地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，就像箴言说的，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。听起来很不错耶，连教会行政甚至个人灵修好像也能用。对，自动化一些行政工作，像会议记录、诗歌分类等等，让同工能更专注在属灵的事工上。个人方面 ，AI 或许能根据你的习惯推荐灵修经文，或者做个祷告提醒。不过这些都只是辅助，对吧？资料应该有强调这点。没错，非常重要。资料特别引用约翰福音说，神是个灵，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技术再厉害，就算未来能用脑机接口辅助祷告，或者用 VR 建立虚拟教会，这些永远不能取代我们内心真诚的敬拜，还有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责任跟行动。好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些资料里看到，面对 NLP，
关键是用圣经的智慧来引导，认识语言的神圣性，做好管家，维护人的尊严，然后以爱为根基。对。同时也看到 NLP 在很多方面，像圣经研究、宣教、牧养、教会管理，甚至个人灵修都有潜力，但也要非常谨慎，确保技术是用来荣耀神，并且真正的造福人。那么最后留给您思考的是，在这个 AI 越来越影响我们沟通方式的时代，您个人或是您所在的教会团契，打算如何有智慧地、负责任地来运用这些新工具？怎么让他们成为祝福，而不是潜在的绊脚石呢？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